同学，每一个故事里面都有许多的词汇要学习。那当然，我们不可能全部都学会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定会先学那些出现的很频繁的词汇。所以呢，我们接下来这个单元是要帮助同学怎么样来使用一个软体，让你可以在这个故事里头最常出现的词汇把它找出来。所以我们要认识词汇，找出词频。那么老师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学习词汇的第一步，找出常用词。无论我们是学习任何外语，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一步。常常有最常见的100个词，最常见的1000个词。那我们先不要管100、1000了，先想想看最常出现的10个词是什么。所以下面老师要问你的，就是在这个青蛙的故事里面，你可以从我们已经学过的这几个故事的档案看一看，然后用软体来找出最常出现的10个词有哪些。那么为了要找出词频呢，我们可以使用一种 concordance 的软体。这个 concordance 基本上就是将所有的词汇列出来，然后词汇所出现的前后文也一起按照例句给你列出来，而且可以给你计算这些词汇一共有多少种词汇出现。那么我们会用的这个软体叫做 TextStat， 就是 Simple Text Analysis Tool。如果我们用这个故事，就是 Celine 所写的这篇青蛙的故事，来找出最常见的10个单字，它的答案就在这里。好，我们请老师来念一下这些个词汇。gambar, ucok, dogi, yang, ke, dalam, kodok, tersebut, itu。 dan。所以同学们有没有发现，这些词汇最常出现是什么呢？常常是一些虚词。所谓的虚词，就是一些个介系词、一些个连接词，或者是一些个代名词等等，它的出现频率其实是很高的。然后呢，在这个里面，因为 Celine 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，他将每一个故事图1、图2、图3、图4，这个图 gambar， 它不断的重复用这个词汇，所以当然咯 gambar 一共有28个图，对不对？所以 gambar 图1的图一定是出现的最频繁的嘛。各位还记得这个故事的主人翁是谁？是 Ucok 小男孩。而 Celine 在写这个故事，他不断的用 Ucok 要提这个主人翁的名字，所以当然你看出现了22次，一点都不例外。除了小男孩以外，还有谁是主角呢？小男孩跟小狗，对不对？小狗叫做 Doggy， 所以 Ucok 跟 Doggy 这2个角色一定是这里面出现最多的名词了。还有呢，在我们描述一个名词的时候，常常会说用一些个形容，或者用一个这个关系代名词来形容这样子一个名词。这时候在印尼文里面最常用的就是 young。所以这个 young 你看出现了15次之多，也不例外的。那下面呢，还有一个出现的很频繁的就是介系词。你看那个歌去，对不对？这个小男孩到这里到那里，所以歌一定是很频繁的。以及在这个故事里面有好多时候都是在什么里面，在什么里面，因此 dalam 在什么里面也是有11次之多。还有呢，这个故事就 Celine 而言，他给青蛙用 kodok 这么一个词来描述那个青蛙，所以 kodok 跟我们前面的 gadak 不太一样。gadak 是一个小青蛙， kodok 是一个像蟾蜍一样的青蛙。因为 Celine 说他看青蛙王子的故事，所以他喜欢用 kodok 作为这个故事青蛙的名词的代表。那还有呢，在这个故事当中 Celine 不断的提到说以前说过的，所以那个 tersebut 就是以前所提到的，前面所提到的这个词也是出现了那么多。最后还有2个，一个就是 itu 那个在印尼文里面真是出现的非常的频繁的。印尼人不讲话的时候很喜欢什么什么itu，什么什么itu啊，要一直告诉你注意哦，那个，他会一直的用itu。
还有一个最后的第10名就是汉 dan 汉，所以这里面有好多ujuk 跟小狗之间，还有什么跟什么之间，所以那个 and dan 或者是汉用的非常的频繁。好，你们在找这个最常用的10个词汇的时候，是不是找出了这些来呢？所以下面在讨论问题的时候，同学们你可以看一下老师刚才所给你的解释，然后你不一定要用 Sri 的故事来找最常见的词汇，你可以用前面 Ganda 所写的故事，或者是 Daisy 所写的故事，或是 Samuel 所写的故事，以及甚至到了后来，老师还会给其他人的故事，这些你都可以用同样的软体找出这些作者他最常用的词汇是什么。